最毒的地控无疑非他莫属了。弟弟那个见义勇为的一跳，竟然跳到了另一个世界去。姐姐在那病床边一听见弟弟求救那声，一秒就反应过来了，明白了弟弟的灵魂飘啊飘去哪了。于是姐姐也开始头铁的撞墙，直接把自己也撞穿了平行世界的大门。你也是拼了，原来是跟着我一起去见黑白无常了。弟弟那求救不是没原因的，因为他自己感觉突然间厉害了起来。一踏进异世界，他竟然毫不惊慌，反倒是驾轻就熟，像回了家一样。都怪他那宅的不能再宅的本性，对这异世界的剧情了如指掌，自觉自己肯定是被选中的主角，光环加身。于是走进了当地的小铺，一手机换来250个金币的好价钱，价格能砍到这么高，绝对少不了他那一张嘴。然后他又置办了一身行头，反正是穷困潦倒的时候，用不上的东西换成能上阵的装备，这点生存智慧还是有的。接下来他就去了冒险者协会，新手上路第一次领任务，前台小姐姐说得亲自教教他，先在表格上签个大名，接着就是选任务了。因为还是个冒险界的小白，小姐姐就推荐了个简单的狩猎任务，去打兔子啥的。可这小子运气好的不行，一出门就撞上了一头大龙。弟弟心想，这开局姿势肯定不对，这任务难度明显不是新手能接的。不过他很快就镇定了，一看技能面板，居然只有扔石头这一技能。再看看自己的属性值，小的跟不存在一样，看来自己并不是什么天选之子。现在想跑也晚了，打不赢就只能叫姐姐了。小子你还挺能折腾的呀。结果他姐姐真的大老远跑来了，巨龙那是真的气坏了。随着爆炸声轰隆一声，姐姐已经飘到上面去了。他感到自己轻飘飘的，体内有种神秘力量在蠢蠢欲动。哎呦不错，看样子姐姐是真命天女。姐姐一出现就解了燃眉之急，可弟弟心里却打起了问号，究竟这姐姐是真的还是假象？接着姐姐直扑弟弟而去，这种有点过头的地控行为让弟弟肯定这是真姐姐无疑了。但这又带来了新的疑问，就是姐姐怎么会出现在这一世界？姐姐对此挺得意的，她在病床边听弟弟说异世界的故事，还不时抿嘴偷笑。她一下子就明白了，她的弟弟灵魂还在别的世界里。于是姐姐就撞墙把自己也撞进来了。原来姐姐一拳打龙都是因为脑壳硬。话说回来，这都不重要，既然姐姐知道怎么穿到异世界，回去的路肯定也了如指掌。弟弟现在就是这么想的。这次的任务让弟弟飙升了排名，工会二话没说就给他升级了，从小白兔一跃成了食人魔，还特地发了块徽章证明身份。这种免费的荣耀他当然是接着没商量。可接下来的话让他心惊胆战，如果被揭穿是靠别人的实力提名，最倒霉的可能直接被拉出去砍了。弟弟吓得赶紧找姐姐帮忙，求他藏起来别抢风头，做他的幕后英雄。超级宠弟的姐姐怎么可能会说不呢？然后弟弟就想偷看姐姐的属性面板，不看还好，一看差点没吓傻。姐姐的属性厉害到爆表，连面板都显示不全了。这时候街上突然响起了尖叫声，细看原来是场送别的热闹，正给一群冒险者鼓劲儿，他们得去对付魔王呢。提到魔王，弟弟那兴奋劲儿，因为游戏设定里头打败魔王就能回现实世界。冒险者们走后，突然壮汉开始耍酒疯，他总是瞧不上那些龙级的小角色，打不过就只好嘴上吹吹牛皮。但归根到底，大胡子也曾是个食人魔级别的勇士，没了龙级小角色，基本没谁能挡得住他。但人群里有人认出了弟弟，他们都觉得弟弟是个天才小子，信誓旦旦弟弟能搞定大胡子。可对弟弟来说，这可真不是好消息，要是实力暴露了怎么办？可旁边起哄的人实在太多，只好去找姐姐商量出路。这事还用商量吗？姐姐说让他尽管去装一回。事后弟弟享受了大家的欢呼，这回算是过关斩将了，谁都没看穿他的真实实力，还把大胡子给轰跑了。但姐姐帮忙可不是白忙活，这小子就因为认了个魅魔姐，每天遭受双重洗面奶的磨难。当然另一份压力来自他亲姐，这让他感觉喘不过气。弟弟有点头痛，可梁姐姐总是不放过他。最疯的是梁姐都特别能搞，尤其是她那外挂亲姐，基本上不管遇啥都是秒杀。新任的姐姐虽不那么猛，但她毕竟魔王军里的大人物，就算森林之王熊大来了也得认怂。反看这弱鸡弟弟，打史莱姆都累得半死，姐姐轻轻一招火焰，把那一片史莱姆团灭了。但弟弟也在慢慢变强，姐姐自然是要奖励他一下。不想只在姐姐光环下成长的他，悄咪咪的跑到了冒险者工会。他打算自己接点任务来升级，这点小事对他来说不算啥，那虚名其实是姐姐的功劳。于是他就问了一嘴，有没有近点的简单任务，装模作样说要是镇上有危险，他得能立马冲回去。就这样，自然而然接了个采蘑菇任务。说到运气，他还挺旺的，踩着踩着就到了狗熊里，正好碰上个熊出没的警示牌。虽说遇熊机会少得可怜，但作为天选之子的他，一转身就瞅见了熊二，这下子真是走投无路，想跑又比不过熊。姐姐开挂的也不在，只好硬着头皮上了。这下尴尬了，正当熊二要来劲儿的时候，天上突然飞来个紫色火球，熊二被打跑了，他自己也被气浪吹得飞起来。好在落地的姿势还算优雅，正好摔在个软乎乎的大木瓜上，那熟悉的感觉让他以为是姐姐，可一抬头就愣住了，怎么姐姐头上长角了？奇怪的是，姐姐不但不嫌弃，还乐呵呵听他叫她姐姐。正当这温馨一幕时，又来了一帮熊，大姐姐却一点不紧张，提着他就往天上一扔，紧接着一拳一个小熊二，战斗迅速结束。在他落下的那一刻，姐姐来了个完美接住，刚刚落地那会儿，地底下突然蹦出了熊大，那些熊二都是他的小迷弟，小弟被欺负了，熊大作为老大自然是受不了，他开始原地蓄力，过了好半天才艰难地吐出一口老痰。这招本以为能镇场子，
结果被大姐姐轻松挡下。最后呢，熊大直接被打得渣都不剩，但大姐姐却有点失落，她以为能和熊大过几招，结果人家也是秒杀级的。她自我介绍说是魔王军高层，是魔王6将之一的玛利亚。玛利亚来这边是有任务的，她要找的是个叫朝阳的冒险者，听说这小子在公会里很出名，还一次性解决了兽人3兄弟和巨龙。这玛利亚觉得他肯定能和自己打个痛快。这话一出，弟弟立刻急了，朝阳不就是他自己吗？他正想溜之大吉，结果不小心掉了个身份证明。玛利亚一看这徽章，脸色就沉了。他觉得这可爱的小弟弟不简单，可弟弟哪里深藏功与名，他就是个纯新手，一暴露就想跑。这时一根尖刺突然来了个拦截，不过弟弟还是回到了姐姐身边。原来姐姐一闻弟弟有危险，就连滚带爬赶来了。至于那玛利亚，姐姐把她当成情敌来处理了。看到姐姐这态度，玛利亚也懒得再说废话，直接准备抢人。两人一出手就是重拳交加，结果没人能占上风。这种事以前可是从没发生过。玛利亚很快就反应过来了，姐姐才是她真正要找的那位，这让玛利亚感到一种久违的兴奋。她已经很久没遇过能让她全力以赴的对手，姐姐也是一样的心情。来到这个异世界之后，她还没碰到谁能挡住她的第二拳，两人就这么开启了超凡脱俗的对决。结果周围的小山和树林都遭了殃。不过说到战斗经验，玛利亚还是厉害。她先是打中了姐姐的肚子，但她想不到姐姐仿佛作弊一样，一瞬间就出现在了她头顶。这一拳差点没把玛利亚打晕，玛利亚只好用大绝招来决一死战。姐姐也刚好学了个新技能，在大爆炸面前高手都是不回头的。但姐姐正要补上一刀时，被弟弟给拦住了。玛利亚毕竟救了她2次，她不想就这样失去了一个大姐姐。然后姐弟俩就离开了森林，但玛利亚看着他们的背影，似乎也找到了新的目标。对于姐弟俩来说，玛利亚也是他们没见过的强者。说实话，真的很厉害，但在弟弟眼里，姐姐应该更厉害。姐姐打完人家还跟没事一样，这姐姐我只能说太猛了。就因为弟弟衣服上沾了点灰，她就趁着拍打衣服的时候偷偷摸摸。更猛的是，姐姐还想查弟弟身上每一寸皮肤，都是因为弟弟刚和哥布林打过架，姐姐就怕弟弟有哪里受了伤。这份担心虽好，但其实没必要，因为弟弟根本没上战场，看见哥布林那一眼他就跑了。关键时候还是姐姐来解决问题，但有个这么厉害的姐姐，弟弟还是挺幸福的，跟着她确实能捡着便宜经验。小弟每次攻击力只有那么一点点，得到的经验也少得可怜。虽然弟弟自己觉得也挺好的，但姐姐想让弟弟更高兴些，就打算去按住条巨龙，让弟弟刷刷经验。弟弟看着这幕觉得有点残忍，不过姐姐马上又琢磨出新点子，就是站着不动让弟弟来打，这样经验肯定也能涨个不停。可弟弟怎么下得了手打姐姐呢？特别是他刚升到了10级，还有新技能没来得及学。一番搜索之后，弟弟选了个特适合自己的技能，下一秒他就脱离了姐姐的控制。这就是弟弟新学的技能瞬移，有了这招不光跑得更快，还能轻松甩开姐姐的追击。但弟弟不晓得，他越跑姐姐越是兴奋，弟弟还是太弱了，没逃过姐姐的魔爪。于是他决定自己去冒险者公会变强。之前总是和姐姐一块，差点忘了怎么单干，这让他开始期待着未来的生活。说不定组队了还能有段美丽的邂逅。就在他做着白日梦的时候，却看到有酒鬼正被人欺负。本不想掺和这闲事，但看对方越来越过分，他还是忍不住插了手。正当那几个人转向他的时候，酒鬼一反手就把他们秒了。弟弟定眼一看，这不是那位传说中的龙级冒险者七格吗？他变成这样是因为之前去打魔王，整个队伍被弟弟的二姐给秒了，也是因为这个他对自己失去了信心。弟弟吓得赶紧去安慰，毕竟失败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他手下那队伍可真是人人羡慕。黄毛跟小弟泼了盆冷水，说他梦想中的队伍远没那么光鲜。那个法师姐姐啊，每天就知道在酒吧跑，而那个精灵射手已经是个100岁的老姑娘，总是得对黄毛说这说那教育人。黄毛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。那个当肉盾的家伙呢，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，他害羞的连嗓子都不敢出声。黄毛说他连人家长啥样都没瞧见过。不过小弟觉得只要能在冒险中互相扶持就成。安慰好黄毛后，小弟就离开了。然后他又去了冒险者公会，这次来的正是时候，正赶上有个急任务需要他插一脚。小弟还没来得及说不，就已经被塞上了马车。就因为他级别高打飞龙那是小事一桩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姐姐的名头响。这回可没带姐姐有点手忙脚乱，还好二姐及时伸了手，他轻轻一招飞龙就都洗白白。但小弟一头雾水，玛利亚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原来他是来归还他的徽章的，同时也是想找姐姐再决一胜负。话音未落，天上又冒出几只飞龙，玛利亚还没动手，咱亲姐就风风火火冲到战场了。战斗结束后，姐姐却对玛利亚视而不见，在她眼里，玛利亚简直就像透明人。看到姐姐这态度，玛利亚气坏了。他说明来意后就要开战，但谁知道姐姐根本没心情搭理。在他看来，不如省下那功夫，多陪陪小弟。说到小弟，玛利亚也来了点子。既然姐姐不下场，他就把小弟拿来当人质。但这招可真不是什么好主意，直接把小弟当成了谈判筹码，这不是自找麻烦吗？姐姐给了玛利亚一拳，玛利亚直接懵了，接着就带着弟弟酷酷的溜了。看着姐姐这么能干，弟弟恍然大悟，原来弟弟根本不需要组队，有姐姐在一个人就够了。但这话一到姐姐耳朵里，意思就完全变了。姐姐这招真是狠，为了独占弟弟，不惜让自己中了恶灵，这样他
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弟弟出手，就算是当场正法也有了完美的借口，到时候就说自己被恶灵控制了，弟弟也就真没法怪他了。这种天赐良机，还真是多亏了今天的任务，因为他们姐弟俩总是手头紧，常常是今天有饭没明天。接待员看出了他们的困境，所以就给弟弟推荐了个赏金超高的任务，做完能拿到一间小屋。弟弟一听这事没犹豫就接了，毕竟他有个无敌的姐姐嘛。但谁知道弟弟中了接待员的计，签完名他才告诉他要驱赶别墅的恶灵。弟弟从小就怕鬼，但名字都写上了也没法说不，最后只能自我安慰，可能接待员是吓唬人的，说不定那房子里就只是个流浪汉而已。这让姐姐想起弟弟小时候的事，那时候他玩了个探豪宅的恐怖游戏，被吓得够呛，连厕所都不敢上，还得姐姐旁边哄着他才敢尿尿。一提这是弟弟就特别尴尬，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，现在的他早就不怕那些鬼啊怪啊的了。话还没说完，一声雷下的弟弟又缩回去了，而姐姐早就料到了这一幕，弟弟还得老老实实依赖他。可谁想蹦出来一只野猫，弟弟是没事，但姐姐差点就飞了。很快他们就到了那个地方，弟弟一摸门把手就感觉到吸力，那一吸差点没把他的力气吸干。原来那恶灵专吸人力气，姐姐倒像没这回事，她走上去握住了门把，那恶灵吸太多力气，最后竟然把自己搞吐了。他们就这么轻松进了屋。恶灵看姐姐不好惹，就想拿弟弟开刀，想着3次警告应该够了，但恶灵偷袭来了不止3次，这次扔来的却是个小猫，软绵绵的猫没伤到弟弟，但姐姐还是抓紧喂他吃了灵药，这就解释了为啥他们饿肚子。姐姐把钱都花在弟弟腰上了，那恶灵的折腾真把姐姐惹毛了，她一吼就震出了恶灵，但恶灵一出现弟弟就吓傻了，他本能报警了姐姐，眼看着还能这么走运，姐姐赶紧把他锁定，这下可把旁边的恶灵激怒了，叫他出来就为了秀恩爱。谁料到姐姐一口气就把怒火吹散，那恶灵突然意识到姐姐不好对付，连魔族6将军也未必是他对手，恶灵就想占他为己有。地面突然冒出一团黑气，眨眼间姐姐就消失了，恶灵就这样附在了他身上。弟弟看得一身冷汗，姐姐那力量轻轻松松就能灭个国，落错手里后果太可怕。可弟弟根本挡不住姐姐，想闪开却只动了点点。紧要关头，二姐突然出现，看到救星来了，弟弟急忙跟她说怎么回事，得靠玛利亚才能跟姐姐一拼。玛利亚都准备好了，结果被弟弟搅了局。他们在这儿斗，肯定房子得遭殃，那他就得去当苦工了。这一幕倒是挑起了姐姐的斗志，即使被恶灵占了身体，她还是满是杀气。为了保住房子，他们决定来比划比划手腕力量。俩人气场强大的很，就是玩手腕也能把房子搞坏。废柴弟弟被气浪吹得团团转，等到烟消云散，玛利亚躺地上了，姐姐倒好好的站在那儿，突然姐姐向弟弟扑去，这一幕让弟弟愣神了，他终于明白了姐姐都是在演戏。果不其然，姐姐一震动，恶灵就没了。姐姐身上虽有恶灵，但她还控着自己，就是说只有玛利亚受伤的局面成真了。任务完成，他们也得到了房子。之前住旅馆不敢闹腾，现在可以任性了。你知道找个魅魔做姐有多爽吗？她能变出你想要的任何样子，想到什么角色，在魅魔姐姐这儿都能找到，这都是视觉控制魔法，让你看到你想看的那个她。但弟弟没意识到魅魔姐姐的好，反而好奇她咋来到人类城镇。她是魔族高层，要是被人类知道就麻烦了。自从玛利亚遇见弟弟，就开始对人类生活感兴趣，就想让弟弟带她去看看这世界。玛利亚装娇兮兮的靠上来，弟弟就领着她去街上溜达。谁知道玛利亚一露真性子，看哪个大楼都想拆，还好这种毁灭冲动一闪而过。然后弟弟带玛利亚去了冒险者公会，没想到那接待小姐竟然眼红了，玛利亚还特意抱着弟弟撒娇，脸上那骄傲的样子，这招还真让弟弟的后宫人数缩水。好在任务的钱还是领到手了，明明白天分任务时笑得跟朵花似的，他眼里弟弟就是个大英雄，因此才把探险迷宫的活交给他。确认迷宫安全后，新手冒险者就可以进去试试了。那个突如其来的迷宫，传说是2种神秘力量搅和出来的。弟弟一听就明白了，原来是俩牛叉姐姐闹的，于是他就毅然决然地接下了这个任务。但他那衰神体质，一出门就被牛郎盯上，不过下一秒姐姐也盯上了牛郎，这一盯吓得牛郎落荒而逃。看来没姐姐在旁边，弟弟早就凉凉了。探险途中，弟弟不小心触发了机关，结果差点没把姐姐干掉，好在姐姐反应快，双指一顶尖刺就稳了，翻了2圈半又稳稳落地。于是两人为了安全，右手牵手继续走。没走几步，姐姐就感觉那不对劲，仔细一瞧，前面来了几只骷髅兵。姐姐准备使出魔法一决胜负，谁知被弟弟一把扑倒在地。看着弟弟那一脸通红，姐姐就顺势闭上了眼。弟弟这不是想亲亲，是担心姐姐一用魔法，这迷宫就得他了。看来是弟弟该出场了。只见弟弟使出了他的只会扔石头的初级技巧，却被骷髅兵的超强一击给打飞，直接被反弹回来。最后还是得靠姐姐来收场。很快他们就到了地牢最深处，但这里怪物的身影全无，反倒是一群小熊宝宝从王座后面跑出来。看来这次探险并没有什么危险，但弟弟心里打鼓，不敢如实上报。他担心别的冒险者会对这些小熊下手，于是决定把这迷宫标记为危险区域。回程上，弟弟只嘟囔自己饿了，姐姐却神秘兮兮的消失了。他无奈只得独自一人返回公会，谁知道碰上了换装打扮的二姐，开始还没认出来是她，甚至还有那么点小心动，因为她的清纯模样正中他的心。但当他走近的一瞬间，他立马躲开了。这股熟悉的气息，二姐没错了。就这样，哥哥带着玛利亚逛起了街头，顺便去公会领了点赏金。但在回家的路上，他们遇到了曾经的勇者金毛，真是巧啊，他以前被玛利亚秒杀过一次，他却没认出玛利亚。
看到美女还兴奋地上前握手，结果一握手就像被蛇咬了似的。回到家，玛利亚决定恶作剧一下姐姐，假扮成弟弟的新女友。话音刚落就被姐姐揭穿了伪装，因为玛利亚及时改变了样子，她身上的味道却瞒不过姐姐那敏锐的嗅觉，而姐姐已经准备好了美味大餐等着弟弟。玛利亚看着也想凑热闹，但被姐姐的手刀制止了。姐姐还特意提醒弟弟，养宠物得费心费力，没想到姐姐的手艺出奇的好，玛利亚轻轻一尝，直接乐飞了。姐姐厉害的不得了，只是因为弟弟打架受了点伤，姐姐就要过去给他舔舔。幸亏弟弟会突然消失的小技巧，还撞见了一个超可爱的妹子，结果一不小心就闯祸了，感觉就像心脏病发作一样。妹子那甜美的脸蛋正合弟弟的口味，特别是她还是个地道的治疗专家，一眼就看出弟弟的伤势，然后帮他治好了。可惜那妹子已经有队伍了，弟弟只能眼睁睁看她被那几个笨蛋带走。这时候姐姐也慢悠悠的追到了，但当她准备舔的时候，发现伤口没了。弟弟解释了一番，姐姐这才明白还有治疗这一行的。不过在她看来，治疗就像是会动的药品。第二天，弟弟一到工会就接到急任务，说是有个探险团在山脚下的迷宫迷路了。巧的是，那个探险团就是那位妹子的，这不是英雄救美的好机会吗？看到妹子被绑的时候，弟弟风风火火的出现了。救了妹子后，姐姐也到了，他一拳就把怪物打趴下了。只可惜妹子没见到姐姐的英勇背影，她醒来的时候只看到她那几个没用的队友。稍微回过神来，妹子以为弟弟是救了他们的大英雄，因为昏倒前她只看到了弟弟。弟弟默默做好事不留名，因为他们身上全是怪物的口水，弟弟怕自己也沾上，不想给妹子留坏印象。姐姐趁机表白了，就算弟弟满身都是翔，她也不会嫌弃一分。正当这时，妹子打断了他们两个，她满脸崇拜地走向弟弟。妹子自我介绍说她叫苏菲，她妈妈是位高大上的大祭司，她妈从小就跟苏菲说，总有一天要遇到个英雄，到时候得全力支持他。显然苏菲把弟弟看成了那个英雄，因此她表示想跟着弟弟混。弟弟没拒绝她，有个治疗师在队里确实挺好。再说妹子实在是太萌了，但得看看姐姐的意见。看姐姐表情一变，弟弟吓了一大跳。他本以为姐姐会开骂，谁知姐姐对苏菲挺满意的。这时候那几个废物队友过来了，他们开始把责任往苏菲身上推，说是苏菲回血慢了，导致他们全队在战斗中挂掉，以为苏菲会吓得说不出话来。其实看着她有点让人心疼。然而下秒苏菲变身吵架王，对那几个废物是一顿狂轰滥炸，拉着弟弟一起黑别人的同时还夸弟弟，这让弟弟完全哑口无言。没想到妹子性格和长相大不同，更何况这么闹腾一气，那三个人直接就把弟弟当成头号敌人，准备现场解决掉他。看气氛越来越紧张，旁边人急忙来劝架，劝他们别在这打，要真打也找个别的地方。苏菲还真是事儿闹得没边，还硬逼弟弟去教训那几个人。就在这尴尬时刻，姐姐终于动手了，她用胡椒粉制造了一片混乱，然后迅速把那几个废物打趴下。苏菲一个喷嚏的功夫，就看着那几个废物都趴下了，这让她对弟弟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。转头找弟弟，人已经不见了，原来姐姐趁机把他带走了。虽然姐姐特别看好苏菲，弟弟却觉得她能惹一堆事。弟弟倒是更喜欢那种清新治愈系，眼前这不就有一个，至少姐姐是这么认为的。第二天，弟弟又去了冒险者公会，接待员一见面就给他来了个超难的任务，但弟弟其实想接点轻松活，口头上说是要踏实积累经验，其实就是因为他有点菜。是接待员让弟弟去采蜂蜜，可是那杀人蜂毒性不小，没个治疗手真是挺难搞的。弟弟正发愁呢，苏菲出现了，他黏着弟弟非要加入队伍。仔细一瞧，这妹子挺招人喜欢的，带上她感觉还挺划算。有了她的补血，弟弟终于能站稳脚了，不再是那种一打就趴的渣渣。弟弟心想自己之前看走眼了，原来觉得苏菲是个麻烦，真是误会。正当他这么想的时候，苏菲又惹事了。为了帮弟弟快点采蜂蜜，他居然把整个蜂群都引来了。谁知道弟弟跑得比谁都快，苏菲还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关键时刻弟弟还是挺身而出了，但姐姐不在，这怎么可能打得过蜂群？不知怎地天上掉下个巨石，巨石正好帮弟弟摆脱了围攻，同时也让苏菲对他佩服的不得了。苏菲就让弟弟在那儿休息，他自己去交任务，带着东西走了。苏菲一走，弟弟也是一脸懵，还在想哪位好心人帮他脱困的。这时候背后走来俩姐姐，原来是他俩约临终比试，姐姐是从弟弟的投石动作得到的灵感，可比起弟弟来，他的威力那是翻天覆地。弟弟顶多扔个石子，姐姐却能直接扛起巨柱，这一下还差点把玛利亚给送走了。弟弟一有姐姐就忘了兄弟，结果苏菲在街上白等了他一整天一宿。但苏菲没怪弟弟，反倒觉得挺不好意思的，他以为弟弟肯定碰上更大的麻烦了，这让弟弟心里又添了份内疚。学会唱跳的坤坤到底厉害到啥程度？他们能让人变聪明的方法简直轻松，因为唱跳时他们会产生催眠魔力，看过的人全都会回到3岁孩子的心智水平。弟弟也变得像小时候似的，爱缠着姐姐求抱抱。这份突如其来的爱让弟控姐姐激动的不行，结果一激动把弟弟给撞了一下。这一撞，弟弟也清醒了，看到姐姐那副凶巴巴的样子，弟弟被吓得不轻，赶紧把姐姐推开。这番反反复复的变化让姐姐都蒙圈了，但弟弟已经看穿，知道是3只坤坤在作怪，他打算在他们还没开始唱跳前先下手。姐姐也察觉到了这一点，她不会错失这个机会。只见她一脚把弟弟踢开，这样姐姐就让坤坤成了帮手，而弟弟又被催眠变回了聪明宝宝，就跟小时候似的黏着姐姐不撒手。只是那3只小坤坤真是可怜，但不争气的姐姐却扛不住弟弟这样子，
一口老血喷出来，以为这美好时光能持续，谁知道这时冒出来一只独眼怪。因为姐弟俩不久前打败了他弟弟，作为哥哥的他来报一箭之仇，这下姐姐真是气坏了，当场就要干掉这个不开眼的怪物。谁知道这时弟弟勇敢地站出来，现在的他毕竟只有3岁小孩的心智，内心的恐惧让他双腿像筛糠一样抖，手里扔出去的石头也没点力气。妖怪看这一幕直接笑出了声，笑完还没过瘾就朝弟弟挥了一拳，谁知道姐姐居然一手就接住了。对那些取笑弟弟的人，姐姐从来不会轻易原谅，只看她一只手就把妖怪给扔飞了，紧接着她使出了自创的秘籍，可这一出手明显力道太猛，连带的把弟弟也炸飞了。姐姐吓得急忙让工具人起舞，可喊了半天也没人搭理，一回头发现那家伙也给炸成渣了。姐姐内疚的不行，自己怎么手下这么重手？不过她很快又活力满满，毕竟自己牛的跟外挂似的，学个催眠术对她来说分分钟的事。结果等弟弟醒来时，只看到了一个疯狂的姐姐。看来坤坤的舞蹈不是随便谁都能跳的。第二天弟弟来到冒险者协会，但是常见的接待小姐不在前台，问了旁边的人才知道，原来尼亚去约会了。听这消息弟弟心里一惊，这意味着尼亚可能有男朋友了。弟弟不禁有点失落。这时候打扮成辣妹的尼亚出现了，因为这打扮弟弟差点认不出来，他才发现尼亚原来这么有魅力。说到尼亚的约会对象，其实是他自家小弟罗伊，他们正打算去隔壁镇上搞点事，他们本来还缺个人护送，正好遇到弟弟就不愁了。可弟弟心里那个慌啊，要是路上遇到魔物那就麻烦了，自己那点三脚猫的功夫肯定露馅，到时候肯定成了笑柄。但罗伊那期待的眼神，弟弟还是答应了护卫的任务，他只能心里默念希望一切顺利。想来想去，这条大路上见魔物也真是少，可弟弟那身材素质真是细龙磁铁，才出门没走几步就撞上了这不该出现的巨龙。那龙一开场就喷了一口老痰，幸亏弟弟反应快保住了俩人。那车夫一看这阵势没影了，弟弟心里那叫一个想溜。可尼亚俩人一脸等着看好戏，毕竟尼亚心里那是把弟弟当超人，没招了，弟弟只好硬着头皮上了。结果这龙好像被逗乐了，弟弟这一剑下去像是挠痒，飞龙正准备爆发呢，结果他自己给自己来了个大爆炸，弟弟就这么稀里糊涂赢了。尼亚他们还以为是弟弟的功劳，打败了飞龙，虽然暂时安全了，但没了马车，只能老老实实走路。就在他们松了口气的时候，那龙还想来个狠的，好在有神秘力量及时出手，有两个牛姐姐真是太爽了，碰到坏蛋连手都不用抬，只需要眨眨眼，坏蛋就统统睡大觉，还能顺便蹭姐姐的洗面奶。有姐姐们撑腰，弟弟能轻松白拿经验，他的技能栏看起来也强大了不少。街上正好有头牛脾气上来了，姐姐们准备出手的时候，被弟弟给挡住了。这可是他秀新技能的时刻，虽然看起来气势汹汹，但实际上是个空炮。可怜的弟弟，这废柴名号似乎是甩不掉了。姐姐们只好安慰他能造光也算厉害，只是打架上不太管用，但省钱这事儿上能大显身手，拿来当个活灯泡。这工具在家里还挺能派上用场。说话间，他们也到了任务地，这儿是坏蛋们的老巢，这趟任务就是得把他们一网打尽。正当这时，俩大块头突然冒出来，他们看弟弟不过个小屁孩，就吓唬他快滚蛋。结果刚吓唬完，就被姐姐们一脚踢翻，弟弟吓得赶紧跑去阻拦，毕竟他们得干的事可不止对付这俩家伙。接任务的那小姐说了，有人假装等级卖号，这帮人就是把冒险者名声搞臭的罪魁祸首，所以工会也看他们不顺眼，于是就叫上了咱们天才少年的弟弟，让他去端一个据点。弟弟这才踏进了敌人的老巢，可等他缓神，敌人都躺地上了，只不过眨眼的功夫，姐姐俩就帮他扫清了路。但这帮人里还漏了个大鱼，这家伙是那帮人的头，跟弟弟一个级别，也是个吃人种的冒险者。这黄毛的实力也不是盖的，他那剑气一出，连玻璃都被震得粉碎。但他挑错了对手，有俩牛姐在这儿，弟弟完全不慌。这时候苏菲的声音突然响起，弟弟一听这声音就知道没好事。果不其然，苏菲不怕事儿大，给弟弟弄来了一大帮围观群众，他得让众人亲眼看看弟弟的威风。这下弟弟慌了，一帮人看着呢，他不好意思让姐姐上，可要真打上他又打不过黄毛。关键时刻，姐姐一眼神儿就让黄毛的武器成碎片了。弟弟趁着黄毛乱了阵脚，迅速把他制服。倒在地上的黄毛证明了弟弟的胜利。苏菲看到这一幕也不由得得意起来。虽说弟弟是借了姐姐的光才赢的，但是姐姐还是得给弟弟点奖励。与此同时，别的地方也传来了好消息，据点被破了。金发妹子不光自己能打，身边还有个战斗女仆助阵。当妹子知道弟弟也在执行任务，她就开始坐不住了。她不相信会有人升级比她还快，于是她就决定去找弟弟好好切磋一番。但此时的弟弟正在大快朵颐享受美食。他来到了那个被哥布林三兄弟霸占的村子，那次是姐姐救了村民，但功劳全算在了弟弟头上。这次村民找弟弟帮忙也是有急事，原来村子又被兽人盯上了。弟弟一听到兽人两字就心慌了，没有姐姐在身边，自己哪打得过兽人？这时候兽人带着大队人马压进来，就这样弟弟被推上了前线。这次来的是哥布林三兄弟的同父异母哥哥，他是冲着给三兄弟报仇而来的。作为哥哥的兽人实力自然非同小可，一锤子就把弟弟给砸飞了。弟弟这会儿真是左右为难，既打不过，又不得不打，否则村民危险。关键时刻，战斗女仆出现，解了弟弟的燃眉之急。紧跟着出场的是带着满满存在感的金发妹子，妹子的实力是货真价实的，一刀就把兽人劈成了两半。同时，她也看穿了弟弟的虚有其
其表。正当他准备揭穿弟弟时，却中了飞来的石头。原来是一个不知自己力气有多大的怪力少女。她只想和喜欢的人甜甜蜜蜜牵个手，结果不小心把男孩的胳膊都给拽断了。但少女自己还没意识到自己力量的威力，她正尽力展示自己的温柔一面。她装作清风拂面般温柔地扑向男孩，却只换来一声清脆的骨折声。那个可怜的男孩任务还没开始就快挂了，被他弄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。自从那场决斗后，妹子就对男主情有独钟，她变身成了一个痴情的女子，悄悄守候。她装作巧遇般的相逢，其实是有备而来。可是她的演技太过生硬，男主一眼就识破。男主却没察觉到妹子的真心，还以为妹子只是想揭穿他的伪装，所以才在大街上拦住他。妹子就顺势而为同意了，并让男主陪她去完成任务，想借此机会证明自己的实力。三个人就这样来到了雾霭霭的森林，但战斗女仆却好奇小姐真正的意图，因为原本是约好去喝茶的，原来妹子觉得森林里更有约会的感觉。虽然这是个危险的地方，但也别有一番浪漫。女仆就提出，既然是约会，那就该展现自己可爱的一面。而这里又是迷雾森林，可以借故牵手以防迷路。结果一牵手就又是骨头碎裂的声响，妹子只好放弃自己那份不该有的冲动。然后他们继续往森林深处走，迷雾越来越浓，视线也越来越不清。幸好男主掌握了光明魔法，他的电灯泡本领真是太管用了。但光一亮，啥事都来了。他们竟然发现了一群惨遭玩弄的壮汉。其实这也正是他们此行的任务，就是要找回那些失踪的冒险者。就在这时，地面突然震动起来，接着一个树精蹦了出来，看样子他就是这次失踪事件的幕后黑手。三人迅速分工协作，由战斗女仆去解救被绑的人质，男主和妹子则去对付树精。这本是个不错的计划，直到妹子突然陷入了情网，只是和男主合作一把，就开始幻想走红毯。那停顿给了树精下手的机会，目击这一切的俩人脸红心跳，因为妹子的胖次全都露馅了。俩人的神情让妹子意识到失态，羞愤到爆炸的她瞬间失控，这一天的美好就这么泡汤了。可妹子心里那可一点都不美，这本该是美好的一天，却让她心惊胆战。第一次约会就尴尬到极点，可对另俩人来说，这天印象深刻，尤其是那件出镜率极高的小胖次。一大早，男主刚想不出家门，就被后面的玛利亚抱个正着，一大早的就喝得烂醉如泥，还非要男主翘班陪她继续狂欢。不正经的举动被姐姐给直接拎出门，他们还得接任务赚钱生活呢。今儿个的任务是搜寻金色的彼岸花。刚踏上征程，就听见了苏菲的声音，她也决定要加入搜寻行列。自称寻宝高手的她，准备大显身手，可她的长篇大论过后，法杖却不作声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最后尴尬倒地，竟丢脸。不过人多力量大嘛，找东西多个人当然更快乐。遇到岔路就分头行动最高效。苏菲非要和男主一组，男主却巴不得独自行动，心知苏菲肯定会惹一身麻烦，姐姐不太放心弟弟单独行动。但忽然他感觉到了些什么，于是他就放心的选择了苏菲。开始苏菲还有点不乐意，姐姐说分享男主童年趣事，就心动了。听到这个，三人就分道扬镳了。可倒霉的弟弟刚走没多久，就遇上了哥布林。本以为只有一只那还好说，身后忽然窜出一只偷袭的家伙。危急关头，一束能量炮突然爆发，原来是玛利亚一直在暗处守护着弟弟，这才让姐姐心安理得走了。然后两人听到了尖叫，跟着声音冲了过去。弟弟看到一堆被吸干的男人，惊见吸睛的竟是另一个男子，弟弟不留神中了计，幸亏玛利亚及时介入。男人一看就知道玛利亚是魔王6将之一，因为他自己也是魔王军的一份子。男人以为自己捡到宝了，有了玛利亚，他们甚至能直接打进王城。话音未落，就想对弟弟下手，没想到玛利亚反手一炮，一能量炮直接送他归西。后来村民们也获救了，灵魂回到了他们身体里。弟弟担心玛利亚杀了自己人，真的没问题吗？玛利亚说她根本不在意，但如果谁敢欺负她弟弟，她绝对不会手软。等大家都汇合的时候，苏菲也找到了金色彼岸花，而弟弟交任务时突然被提拔了。原来玛利亚打败的是个死灵法师，功劳全都记在弟弟名下。这姐姐可真行，明明弟弟都变成石头了，她还一点不急，甚至还挺乐意的，因为这样弟弟就不能反抗了。她以为这是老天给的好处，享受完还不用承担责任。但姐姐算错了，弟弟其实什么都知道，被石化虽然动不了，但意识还清清楚楚。只可惜姐姐并没有解石化的本事，后宫团找要去也空手而归。姐姐脑洞大开，想出了新招，想来泡个热水澡，弟弟就能回春，大家顺便也能舒舒服服洗个澡。石化了眼睛是睁着的，弟弟只能眼睁睁看着不应看的场面。洗完澡，姐姐古怪的把弟弟搂，还真当成晒衣杆挺方便。热水泡完了，弟弟也没好。姐姐想着用吻来救醒弟弟，好像真爱之吻能破咒似的。姐姐坚信她的吻也有魔力。正吻着呢，玛利亚头锤突然来袭，姐姐的美梦顿时破灭。她还以为玛利亚是冲她弟弟的初吻来的，但吻了发现啥用没有，诅咒还在。话虽如此，玛利亚却有治石化的手段。就见她挥手施法，弟弟一下子就变成光了，下一秒就从石头里面冒出来了。治好后，玛利亚送弟弟洗面奶当安慰，毕竟在石头里清醒着挺难受的。姐姐这才明白了，原来自己的变态行为弟弟什么都看见了。心里发虚的她赶紧找理由溜了。等回到房间，姐羞答答的，明显是个功高手低的御姐，这设定太让人喜欢了。弟弟醒来一看，多了个妹子，妹子硬要弟弟帮忙搬家，委托人是一头栽进弟弟怀里的金发美女。妹子搬家，家里人是不同意的，但她力大无穷，拦也拦不住。妹子在路上
上抱怨爸太保护他，自觉不靠他们也能活得好好的。弟弟听着不禁有点同情他，以为妹子离家会过得艰苦，谁知道妹子搬到的新家居然是豪宅。不过毕竟有任务在身，弟弟也得搬家去，看着更像妹子在帮忙不是。妹子的恋爱脑没发现弟弟的软弱，还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，好像看到新婚夫妇一样搬新家的那种幸福画面。远处的管家听到这声音也明白了，小姐执意搬家，一定是被那男孩骗了。但这次管家也没来打酱油，就算弟弟是天才少年，他也不放在眼里，还带个龙级冒险者来对付弟弟绰绰有余。这回定要弟弟好好尝尝苦头。心里这么想着，突然背后一道紫光闪过，两人一开始愣住，然后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位杀气腾腾的女人正盯着他们。黄毛立刻就觉得胃疼起来，管家索性承认自己老了，该回家午休了。弟弟这会儿在别墅里已经吃得饱饱的，妹子想留下弟弟，可怎么留他也想不出办法，于是去找女仆商量。女仆建议直接雇弟弟做助家工，妹子一听这主意正好，想象弟弟穿上女仆装，妹子都忍不住流口水了。可弟弟肯定不会答应，得找个理由让弟弟常来，组个队伍，以豪宅为基地，简直完美。这回弟弟听了没直接说不，还去找工会接待小姐咨询，接待小姐给了他信心，工会鼓励大家组队呢，想个队名就能注册。话音刚落，苏菲也听见了，她坚持要在队伍里加入自己，弟弟就这么有了自己的美女军团。取名嘛，自然是他的活，可那三妹子贴太紧，让他一想起泡澡画面就脑袋宕机。姐姐看不下去，帮他想了名字，真是让人羡慕的弟弟。不仅家里有俩厉害的姐姐，出门在外头还有一群后宫团队伍，只不过是海边1日游，弟弟眼睛都快看花了，妹子多到他眼都忙不过来。那天他领了个剿灭鲨鱼的差事，姐姐听说了也要凑一脚，表面说是保护弟弟，心里呢其实是想看泳装秀，还想着搭把手涂防晒油多美。想法是好的，但到了沙滩，姐姐心情就变了，都怪那4个美少女也跟着。金发美女和女仆出现，是因为她们一路秘密跟着，知道了她的去向，就提前来海边装巧遇。苏菲想要时刻守在身边陪伴她，最后没办法，只好带上了。来了也好，能近距离看弟弟的英勇。弟弟一下子紧张到出汗，担心自己的菜鸟水平被看光，急忙找姐姐求支招。幸好女仆带来了个好消息，任务已经帮他搞定。因为一到海边就遇到了麻烦，他俩就顺手将鲨鱼解决，意味着他们可以轻松了。海滩上尽情嬉戏，女仆也真是贴心，给大家准备了换洗泳衣，真是个懂事的好帮手。玛利亚也追着脚步找上门来，看着大家都集齐了，妹子们开始了争夺弟弟的游戏。只要在海滩上的比赛中赢得3胜，胜者就能让弟弟答应任何一件事，而且弟弟不能拒绝。这场夺地大战就这样开始了。尽管比赛挺刺激，但也是一场真正的视觉盛宴。牛到不行的姐姐也轻松赢得了最后的胜利。正当她准备好好享受胜利果实时，苏菲和另外2妹子被鲨鱼围困了。领头的鲨鱼说他是来报仇的，原来那些女仆刚才打败的是他的手下。这次大鲨哥带着全体海鲨团队来了。虽然听着有点二，但这帮家伙确实不简单。玛利亚恢复了真实身份，一发炮击就把对方全干掉了。不过倒下的小红还是不甘心，至少死前想拉个垫背的。而弟弟为救姐姐，被一尾巴甩到了漩涡中。当他意识开始变得模糊，看见了姐姐的身影，再次睁眼时已经在孤岛上。看到弟弟苏醒，姐姐激动的泪水直流。她甚至想好了最坏的计划，如果弟弟没能醒来就被送到另一个世界，她也愿意跟着一起去。这些都是之后的事了，但现在他们在孤岛上，首要的是确保有足够的食物和水，还有个地方能睡觉。通常这就意味着荒野求生开始了，但姐姐不是一般人，转眼间就搭起了小屋，然后又去海边捉到了大鱼。享用过丰盛的晚餐后，两人躺在夕阳下，谁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来度假的呢。或许是他俩太闲散的样子惹的祸，海底突然冒出来个机械化的鲨鱼，自称是海里的大佬，还有个响当当的称号叫鲨王。话音未落，他就挨了能量炮一炮。玛利亚和后宫团齐齐弹出来了。原来他们一直暗中盯着两兄弟，因为姐姐可是弟弟斗争的胜者，他和弟弟在孤岛上共度的日子就是姐姐赢得的奖赏，于是他们只好偷偷躲着看直播。可现在情况紧急，他们不得不出手。其实姐姐根本不需要他们搭把手，他们一出来反倒打乱了姐弟俩的甜蜜时光。鲨王一听这话自然是不开心，他感觉被彻底无视了，气得他开始变身，连弟弟都看呆了。鲨鱼变成机甲，这种事说出去谁信啊？接着鲨王使出了终极技，弟弟看到这阵势心里一慌，这要是被打中，估计谁都得玩完。可就在这时，姐姐挺身而出，她是那种最懂你的姐姐，为了不让敌人尝到死亡的苦，她总能一击必杀，这种感觉真是奇妙，连被秒的人都得感激她。这一天兄妹俩醒来，发现家里被水淹了，弟弟一脚踏出去就被绳子捆住，虽然姐姐及时救了他，但他一落地又被粘液团团包围，弟弟差点就窒息了。姐姐一看，二话不说就准备法术，弟弟吓得马上挣脱了，不然那一套连招下来他就得直接去见阎王。等弟弟反应过来，才发现脚下不是水，而是一大块史莱姆。弟弟一溜烟跑出去查个究竟，听到了那个声音，看到坦尼亚正被捆着挂在那儿，弟弟把他救了上来，也从他那里弄清楚了是怎么回事。原来遇到的是一种碰水就膨胀的史莱姆，这几天下的大雨让它变得超级大，它变得这么巨大真是夸张。但这种史莱姆通常不会出现在城里啊，那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搞鬼，所以他们决定分头行动。姐姐俩去揪出幕后黑手，坦尼亚带人往安全地方撤，弟弟去帮那些受伤的居民。可弟弟刚救了2个孩子，就被史莱姆堵上了路，他本来就不太行，
还得照顾个妹子，看着他们都快没命了。还好黄毛小哥及时冲了过来。作为个前顶尖冒险者，小哥知道怎么对付这些史莱姆，必须破坏他的核心才能彻底干掉他，否则史莱姆会不停复活。小哥让弟弟先把孩子带到安全地方，然后他自己去找史莱姆的核心，这边就交给他来守着。弟弟很快就把孩子们送到了教堂，苏菲也在那儿给伤者治疗。两人对接完工作，弟弟又去找那核心了。姐姐们也找到了那个幕后黑手，玛利亚一眼就看出来那是控制魔女古娜拉，她是用史莱姆来侵略的，然后又用魔法召唤了一堆怪物。幸亏镇上也有不少冒险者，像是龙级别的猛虎阿福，他对付那些小怪物还是挺轻松的。魔女一看出玛利亚是魔王军的高手，就想拉她一起来摧毁这城镇，不过她还没来得及答应姐姐就直接给拒了，气得古娜拉立刻召出了黑暗之神，结果姐姐连最强一击都没使，甚至在姐姐眼里蒸桑拿的热都比这个强。玛利亚呢，打算展示给古娜拉看看啥叫真火。古娜拉也不简单，挺住了玛利亚那一记猛的。可现在换成程彪姐上场了，她正好练就了个新绝招，能让人在享受里悄无声息走掉。姐姐双手一举，一抹红光跟着就闪了起来。玛利亚一看这阵势觉得不对劲，机灵的马上就撤了。瞬间啊，姐姐就变身成活佛，紧紧抱住古娜拉。这会儿古娜拉体会到了史无前例的暖，她面临死亡竟然还能乐在其中。另一边弟弟还在头疼怎么找核心呢，这找核心简直就是大海捞针。幸亏这时候天上掉下个金发美眉，她的出现意味着女仆也来了。女仆那神速加上超凡的洞察，正好派她去找那核心。女仆确实没让大家失望，一下子就在大海里瞅见了点亮光。谁知这史莱姆挺皮的，自己一个人根本抓不到他，哪怕是3个人一块上也不在乎。史莱姆一跳，核心就飞到了谁也够不着的地方。弟弟看着只能孤注一掷了，让金发美眉把他往上空一丢，再使出他的投石绝技把核心给砸了。可他被扔上去才意识到，核心的位置高的超乎想象。这时候啊，水位怎么回事突然就降了？这招看着没啥用，竟然能及时改变方向。核心一旦破了，史莱姆变的水柱也立马崩溃。但接下来弟弟就惨了，他不会飞啊，这要是掉下去不就惨了？还好姐姐及时施以援手，给了他个公主抱。看着弟弟为了小镇解了围，姐姐心里也美滋滋的，所以她想等回家了，得好生犒赏弟弟。至于水位为啥突然就降了，其实是姐姐的原因了。